全球最佳城市榜，上海位列第2。拜拜，哎，生活愉快。好，哎，好，拜拜，拜拜。上海为什么叫做上海？那么是否有下海呢？它又在哪里？今天小白乘坐公交车从北外滩出发，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下虹口区提篮桥区域。这里不仅有上海唯一供奉妈祖的下海庙，还有记载上海收留犹太人的犹太难民纪念馆。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当年犹太人在上海的聚居区。这边是虹口区的虹口港，我们看这个玉兰花全开了。沿着这个虹口港就可以到北外滩那边，从这边可以看到陆家嘴的3件套、东方明珠。北外滩这边有很多的住宅都已经搬迁了，就从北外滩沿着这个沙金港一直往里面走，也是挺不错的选择。可以到1933老厂房音乐谷那边，有很多老外或者是年轻人都会选择这条小众的路线。前面这个正在建的高楼就是今后的浦西第1高楼北外滩中心。看出今天天气好了吧？这被子衣服都晾出来了。老小区的独特风景，从这儿往里走就是一个小区弄堂。我们看街边这些房子都已经搬迁了，这个就是现在的虹口北外滩。这个应该是曾经的建设银行吧，也搬走了，有点西洋式的这种风格。昆明路和唐山路的交界，这个口袋公园，在墙外就闻到了很浓的烟火气，香火。你好，2位，票价5元。哦，谁呀？介绍。其实拿这个就可以进去了。下海庙，我们看这个山门的旁边的字，就可以看出这个庙是为什么而建。慈恩无量，迎四海归航。大家能猜到吗？不知道大家是否想过一个问题：上海为什么叫做上海？那么下海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或许能够在这座下海庙找出一些答案。这个下海庙，小白之前是真的没有听说过，我以为是一个在上海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寺庙，没想到今天一进来发现还是有很多人的。据史料记载，下海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从前这一带多是渔村，渔民出海打鱼需要祈求神的保佑，便建了这座小庙，奉祭护海女神妈祖。下海庙俗称下海庙、义王庙，位于虹口区昆明路73号。天王殿左右供奉的就是4大天王。始建时仅有房屋9间，嘉庆年间荒塌，光绪25年又增建后殿等10余间。抗战初期，下海庙被日军炮火焚毁，1941年起重新修建。从天王殿出来之后呢，前面就是大雄宝殿。庙小故事多，也许我们能够通过这座小庙破解上海下海的由来。黄浦江的浦在吴方言区原意是小河，多指人工河。相传呢，下海庙是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最开始是由当地渔民和居民为了祈求出海平安、奉祭海神而建的。天王殿的左右两侧分别是钟楼，还有这边的鼓楼。
这个下面是伽蓝殿。在大雄宝殿的左侧呢，就分别是财神殿，还有这个城隍殿。这里面供奉的是财神。城隍殿里面供奉的就是城隍老爷、城隍娘娘。刚刚忘了给大家介绍，就是财神殿旁边的这个就是妈祖殿。当时吴淞江现在虹口区海门路一段南岸有一个浦，称作上海浦，与上海浦相对着北岸有个浦叫下海浦。江南河流命名有个习惯，接近源头的支流称为里或上，靠近下游的称为外或下。上海浦和下海浦因为位置得名。刚刚我们逛了这几个殿，有没有发现跟其他的寺庙有没有什么不同？下海庙呢是全国的寺庙当中唯一一个同时供奉5神的庙宇，就其中包括释迦牟尼、观音、城隍、海王，还有妈祖。上海之名起源于上海浦，但是最后成名是因为酒。上海本是河流名，后来在这一带设置了专门管理酒税的机关酒务，因地近上海浦，就称上海务。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一下子繁荣起来，从一条小河变成收税的办公场所，再变成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这就是上海的经历。而他的比肩兄弟下海走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明初因吴淞河河道已经严重淤塞，另外开挖了一条新河，这条河大致是现在的苏州河下游，于是下海浦被抛弃了。清末黄浦江西岸被辟为租界，兴建船坞、码头、工厂，下海浦渐渐淤塞。1922年，下海浦就被完全填埋了。原来的下海浦变成街路，就是现在的海门路。下海没有了，只有一个残破小庙下海庙，记着它的往事。这个后面呢，就是五官堂、法堂，还有一个小花园。这里面是一个菜园子了，自己种的蔬菜。嘿，这边也是。1990年，上海市佛教协会筹建修复下海庙。有意思的是，庙中有一块纪念碑，落款处刻的是上海下海庙。上海下海肩并肩又坐在一起了。本来这个院子里面是一个公园，然后还可以喂鱼啊，有鱼池，但是工作人员说好像现在因为这边动迁然后拆掉了，里边的鱼呢据说是送到苏州去了。从下海庙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是舟山路，然后旁边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牌子，写着犹太难民纪念馆。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域呢，就属于虹口区的提篮桥风貌区。那么上海人一提到提篮桥，一定就会想到对面的这个建筑，就是一个提篮桥监狱。据说它是关一些经济犯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监狱应该是已经关闭了，停止使用了。这条路就是舟山路，在市中心的监狱。这条路呢就是长阳路，在右边就是地铁12号线提篮桥站。大家如果来这片的话，也可以坐地铁。马路对面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去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那么对面的这一片建筑都是曾经犹太人居住生活的地方。
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叫做白马咖啡馆呢，也是当年犹太人社交喝咖啡的地方。我们看那边的玉兰花都开了，真的超级漂亮。先和大家 city walk 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这个咖啡馆，在室外喝杯咖啡，享受一下今天这么棒的阳光。对面的建筑就是北外滩来福士。从长阳路这边我们转过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边的建筑。这些建筑呢，都是这种安妮女王风格的，有一点点像我们之前走的那个奉贤路。但是呢，这些房子里面都没有居民了。现在这个门都锁着，这里面全都空了，可以闻到一些那种很潮湿空置的那种味道。在这一排建筑当中呢，其中有一户门，这边有一个牌子，布鲁门塞尔旧居，他是美国的前财政部部长。1939年到1947年有8年在这个房子里居住。现在这个大门紧闭，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还有这种楼梯。小白看了上海的这么多的建筑和一些搬迁的地方，真的觉得这些如果以后拆了或者是没有很好的利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哇，这个也好漂亮，这个墙上长出这个植物。在上海呢就是这样，我们看这个街道都没人居住了，然后但是整体还是非常的干净整洁。我们从前面这个环卫工人这边就可以看到，他在一点点的去拔这个砖缝里面的草。您这儿拔这个草呢？对呀，要求这么严格呢？对呀。所以这条路特别干净，我看。这个不拔掉会讲话的。对，然后这个也没有人住，也没有什么的。对呀，就越长越高了。是，这个风里面踩到还不好，对，家长也不好家。这也是个小家子。蛮好的，蛮干净的这条路。对呀。您是负责这个片区吗？是啊。就是没有人住了。对，这边的都动迁了。对。它这房子还蛮好看的。这边不拆保留的。不拆是吧？那边保留，这边不保留。就是对面这个犹太人居住的这个地方保留。这边。作为一个在虹口区生活的北京人，真的第一次来这个虹口区的提篮桥区域。这边是霍山公园，之前就有听说过，但是今天可以去里面看一看了。我们看这边的转角建筑，我觉得虹口区的这些老建筑真的丝毫不逊于这个恒富风貌区，也就是原租界那边。因为虹口区的话，以前是公共租界和一部分日租界，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建筑或者是以前的历史都会和日本人有一些关系。那么在这边呢，就有一个历史建筑的牌子，安妮女王复兴风格特征。你像虹口区的山阴路、多恩伦路那边都是非常不错的。山阴路呢，就是之前鲁迅在那边逝世，而且有很多的我们近现代的一些名人都曾经在虹口区生活居住，他们也经常去
虹口区非常有名的这些电影院，之前小白也跟大家曾经有介绍过，包括位于北外滩的，就是苏州河那边的上海大厦，以前的百老汇大厦，还有邮政博物馆，这些都是属于虹口区的。这个是上海市长青学校，这里是长青学校的临时校区，它本部可能拆迁了。那这里面呢也是优秀建筑，同样都是安妮女王复兴风格的联排式。这个学校好像在虹口区来说是还不错的，我们正好可以看看它这边的收费。外籍小学生就读收费是3000元每学期，然后这边有课外教育活动费100，校普费1085，餐费每餐18，然后这边是医疗保险，每年400。这边还有一些资助政策，比如说在籍在读的一些低保家庭啊什么的，会免除一些服务性收费，还有低收入困难家庭免除餐费和课外教育活动费，本市户籍农村家庭，父母一方为农业户口免除餐费。哇，这个福利还不错哎！连一个公园都这么有历史。始建于1917年，二战期间居住在附近的犹太难民经常来这边休息聚会。这个公园也是虹口区的文物保护单位。郁金香正是盛开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小亭子呀，都特别有自己的这个风格，跟周边建筑也融合特别好。这边好像在更换新的植物。花园的正中间呢，有一个立着一个牌子，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有中文、英文，这个下面是什么文啊？犹太他们民族的文字吗？这个标志呢，就是犹太民族的和平象征，一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在刚刚那个牌子后面呢，就是现在的老百姓享受着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一切都来之不易。哇哦！哦，就是拉伸活动。哦，这是一个龙头，衔着一个，这个就叫手舞龙。哦，来，这样。对，转，让它转起来。它转的话，它就飘起来。你转起来吧，段。这是今天的报纸，全球最佳城市榜，上海位列第2。这边有一个公园的简介，但是当小白看到1966年的时候，这边有一个这5个字，我们好像很少会直接讲出来。回到了这个长阳路，我们到前边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去转一圈，有很多的老外，我刚刚看已经进去了。昔日犹太家园，今日文旅胜地。它这里面分了几个部分，比如逃亡上海啊，然后避难生活、同舟共济、战后离别。门口的这个玉兰花都已经开始凋谢了。这个就是犹太难民纪念馆，我们进去买票，好像是20块钱一位。这边是国家4A 的景区2级博物馆。
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进来之后，这边是一个楼梯，然后旁边还有无障碍电梯，老人也 OK 的。这边是逃往上海航线上的停靠港口一些照片。20世纪30年代，对于成千上万绝望的人们来说，这座中国大都市是最后的选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城市都对想要逃离纳粹德国暴力迫害的犹太人实行入境限制，但上海没有。这个多元文化的绿洲住着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伊拉克居民，是少数几个接纳犹太难民地方中的一个。这个是一对夫妇和2个孩子，一家4口从意大利那不勒斯到上海的船票。德国发行的小额代币券、船票合同。这个纪念馆的整体布局、陈设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哇，这个是他们当年的行李箱吗？ OJP 是德国犹太难民这个人名字的缩写，从德国逃到荷兰，然后去了加拿大和英国，最后没有进入英国，来到了上海。2战前的上海犹太社区，大家看到这个维克多沙逊爵士，大家记得和平饭店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沙逊大厦。那么和平饭店呢，就是他出资兴建的。和平饭店是1927年8月，我们看这个照片，然后这个模型就是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难民们所没有预见到的是，他们走遍全球，结果却落入了纳粹最强大盟友的手中。1941年，日本占领了上海，在纳粹的指示下，日本军队围剿了该市所有的犹太人，并将他们限制在提篮桥。上海的犹太人聚居区由此诞生。纺织厂的捐赠凭证，这个是犹太难民抵达上海时的登记卡。当年犹太人就这么着和老百姓挤在这个房子里。这边就模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第一顿饭，抵达上海后，乘坐一辆木板大卡车到虹口。虹口那时候因为这个侵略战争已经成为了无人区。这个河滨大楼，我们在那个苏州河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楼。它主要居住在公共租界。这个第二部分呢，就是他们的避难生活。这部分是爱情故事，还有当年的这个结婚证书，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婚纱。他们来到上海还带来了一些音乐。上海现在很多店铺的审美特别好，还有很洋气，看来都是有原因的。看当年的这些店铺，他们也学上海人一样烧煤炉做饭。沃特维克1岁的时候来到上海避难，这个是他捐赠的挚爱的藏书。舟山路就是我们刚刚走的那条路。这边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过的这个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是当年的一些照片。
这个就是犹太纪念馆里面的一个小院子，它这边的建筑呢也都是历史建筑。这边全是上海犹太难民的名字。怎麼也去不放，他可否會感到？本馆接待過這些國家的來賓，基本上全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有來過。這兒一個小的咖啡館，這個建築就是摩西會堂的舊址。现在我们过马路到对面的白马咖啡馆来喝杯咖啡，坐一坐。那么这个犹太难民纪念馆呢，小白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在里面了解之前犹太人的这段历史，以及我们上海的一些近现代史。它这边还有2楼、3楼。一个小阳台。坐在外面享受一下阳光和一杯美式，小朋友的一杯牛奶。旁边这都是樱花树，再过1个多月，我估计这樱花开了，这边坐一坐也非常舒服。这种老建筑它都涵盖了多少的这种艺术？不要说别的哈，它有历史价值，有艺术价值在里面。对。所以这种老建筑真的应该保留下来。我刚在那边拍视频的时候也在想，就是这些建筑如果拆了，真的是，而且这些房子一点也不逊于那些，就像我们说的法租界啊那些房子，是吧？还是有一些历史价值的。对，它绝对是有价值的。它当年就是想想看，哎，在那儿。啊。关键是这里的人会越来越少。对，都拆掉了。多交流一点的，会知道一点。对。这个情况。对。今天你不知道霍山路上那个有一个叫东山大戏院。哦。叫百老汇。哦，这边有个百老汇。百老汇有一栋楼，现在乱七八糟的都封掉了。哦。它是以前这一带的犹太人所有的这一带。嗯。这里犹太人一个区域，公平路那边。丹徒路、东余杭路那边也是的，对，一共有26000多个嘛，住在这里。然后那个地方，这条霍山路是他们主要的商业和他们一些交流的。就是霍山公园那块儿，往那边走。再往那边走，往那个来福士方向走。然后那有一个叫百老汇，百老汇原来的屋顶上是个露天的，一个音乐咖啡吧。就是他们的犹太人他们的文化生活，就是在那个战争年代也是在那边，就一起在那边大家聚一聚，吃点东西，喝个咖啡。然后那边原来的下面再过去一点，有个他们开的什么皮鞋店，叫维也纳皮鞋店。因为你到了奥地利，可以知道那个中国当年的就是领事给他们签发的签证，对，就是从奥地利那边，就给他们签了2万多张，进入中国的避难的，当时是他自己做主的那个领事，他跟你讲上海话吗？
就进来了。进来了以后，这里居住在这边。居住在这边其实是和当地的这里的居民混杂的，一起居住的。所以他们就是上海的市民，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包容吧。对，就是比较接纳他们。对，其实还是当时上海的老百姓贡献了更多的力量，是吧？然后是跟他们一起住，给他们提供一些粮食啊、吃的这些东西，好像。吃的东西，当时日本人把它这个周围就围起来，其实意思说你进来了，我觉得当时想来看看，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就这个区域给你围起来。但是就是中国人就会在这个隔离外给他们投喂，就是觉得有部分的都是一些白俄啊，或者是那些，基本上就是现在都去了以色列。所以这个地方改建成为这个犹太人博物馆。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还是比较仁义的那种，就中国老百姓可怜人家，就是对那个弱势群体是很有那个同理心的有这同情心的。对，他们觉得虽然我们这个也比较苦，但是你们这批人就是觉得过来等于就是免于遭受那个灭顶之灾了嘛。对，所以给他们等于在虹口这一块等于是犹太人的一个诺亚方舟。对，是。他们以色列人后来对我们很多的帮助也是基于这个层面，他们都是很多的给我们的一些也是帮助。对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及民间或者是政府以前也是有很多的友好。对，因为我刚刚看到里面有很多这些介绍，包括他们最后和平走了之后的一些民间的这些联系啊，还都在啊。对，因为很多孩子当时在上海生活，他们都会说上海话。会喜欢上海的饮食了。回去以后，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你把这些东西给当地的人看，他们肯定会马上激发起一种对中国的感情的。好，谢谢您。好，打扰您了。没有好。Hello。辛巴。好。辛巴打个招呼。我把你放到视频里好吧？好。好，拜拜。生活愉快。好。好，拜拜。很多人都驻足在这边拍这些玉兰花。我们看这个走道也蛮有特色的，上面应该是一些蔷薇吗？夏天应该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这边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北外滩中心，玉兰花，后面是白玉兰这个广场。刚刚小白在那个咖啡馆和一对夫妇，也是他们在享受退休的生活，聊了很多。他们是住在旁边的那个老洋房里面。对面就是北外滩来福士。哇，这个是樱花还是桃花？看一看。这个好像是桃花。那么这边呢，就是12号线提篮桥站的1号口。从这边出来之后，往里面就是到了下海庙，旁边就是刚刚我们去过的犹太难民纪念馆。
City Walk 之后，我们到来福士里面吃个东西。这里就是北外滩来福士的1层。哇，这个攀岩的还挺不错哎。今天中午吃 taco。在来福士的地下2层，这有一个这种老上海的感觉，主题街区，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在王府井逛的那个北京的这个叫和平果局，就是以前那个年代的这些。鲜得来、宁波菜，这里边的街区风格都是以前老式的小时候的感觉。上海女人有主张，搞得定，摆得平，输得起。以前的黑白电视还放着《灌篮高手》这些动画片，奥特曼、弄堂面馆、大湖春生煎。这里边我们看这些餐饮都弄得还挺不错的，而且有很多上海的这些老字号，沈大成的高团、虹口。还是打乒乓球的这种案子，这里面还有一个日料店、居酒屋，这是平城屋，这个是熊猫盼盼，还挺不错的。嘿，这个厕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边就可以直接通往12号线地铁站。哎，它这个坡道铺这个地毯还挺不错。藏着童年的童话，月季绽放编织时光，你的笑声回荡耳旁，心在花海轻轻流浪，这份美好永远不忘，月季绽放编织时光，你的笑声。